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。打开此视频，你的交易从此一定会有所改变。那么我们先回到比特币盘面，比特币突破之前的前高7万，直接就穿了上来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干嘛呢？你要是提前做了多，那好，你的止损位至少要放到这个7万刚刚下边这个位置。如果你要是之前开了空，止损离场以后，你还想挂空单，那这个位置你需要等一等啊，看它回踩能不能踩住这7万线。所有的一切关键就是这个7万线啊，7万线如果踩住了，它再往上走多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这是历史新高。然后周线也应该收了，前两天我说过这个收周线的问题，现在还看不出来啊。周线收完以后，虽然之前留了上影线，但现在第一天下影线留有下影线的单根 K 线，明早不知道怎么收。我们需要观望啊，这个时候切记千万不要盲目的开重仓，然后千万不要赌这个单纯的方向，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风险。如果你觉得回调的预期要高，那你现货的持仓就稍稍减一些，也就是利润锁定一些，或者是你可以挂短止损，挂空单，然后干嘛做现货回调预期的风险对冲啊。那行情部分简单就聊到这儿。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比特币投资标的，你不懂就不要做。什么意思？比特币也是一个投资标的，你的房产也是投资标的，股票也是投资标的，债券也是投资标的，包括加密货币市场当中，无论是比特币、以太坊、索拉纳、其他等等山寨币都属于不同的投资标的。你要是不懂，你就没法去做。为什么？你没办法做远期预期，你也没办法控制你的止损，你的反方向风险预案也没法做，因为你不懂嘛。就好比你相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脾气对不对路，跟他有可能产生好的共鸣，好的未来可能性，还是相悖的，跟他不会有太好的结果，你没办法判断呢。你不懂的人，你肯定不会深交啊。那好，投资标的也一样，你不知道，你怎么可以盲目的把血汗钱投到里边呢？有人讲，我们东北人说什么？你的血汗钱是怎么赚的？汗珠子掉地下摔成粑粑赚出来的辛苦搬砖钱啊！然后你就这么盲目的投入到资本市场，随随便便不懂的投资标的当中，你这不是自杀找死是什么？所以说一定要清楚你投的这个标的物，无论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的山寨币，包括股票，都是一样的，你需要懂它。懂到什么程度没有上限啊，挖得越深越好，往祖坟上刨，把它8辈祖宗都给刨出来，它到底是干嘛的，它有什么用，现在的市场预期是什么，未来的价值在哪儿，有没有这个远期预期看多的意义价值，然后你才能投它啊。那在此呢，我通过这个其他名人的案例去说明这个道理啊。首先我们说罗振宇老师，资深媒体人记者，简称罗棒，罗胖，之前做
逻辑思维也是我们中国脱口秀节目的比较早的，然后做了得到 APP。 那他的逻辑是什么？给大众群体读书讲故事听，就这么样一个人，他为什么这么成功？因为他懂。你看起来是身兼多职，实际上他就是当代典型的超级个体、超级 IP。 所以说他干什么事儿他都成，因为他是必然的成。无论是法律法规上、风险漏洞上、大众情绪上、大众的需求上，自己的长项、自己的逻辑都非常清晰，所以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做，人家就会成。人家资深的媒体人，大众传媒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所以说稍稍改头换面，互联网时代、移动互联爆发的时候，他就正好做了上去，然后以全新的形式做了逻辑思维，还有以及后边的得到 APP， 所以他必然成啊。他把这个社会的最大力量、时代的红利全部都天时地利人和全对上了啊，所以他成功是不是偶然？他就是必然。虽然有偶然的运气成分，但是他不成谁成呢？下一个人物樊登。樊登读书，相信大家伙也应该知道啊。西安人出身，他大学应该学的是热处理，金属热处理，工学，共产党员，然后做了樊登读书。之前给很多什么平安呢、知名企业做这个培训导师，非常牛的人啊！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，这么样一个人，天天给大家读那么多有名的古今中外的书，他要不懂能讲吗？然后他除了这些公开的数据以外，他创业了好几次啊，屡次全是成功，必须成。为啥？他太懂了，跟罗振宇是类似的。做什么事儿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前因后果、可能性、路数全部都已经整理完毕，照做就可以了啊。就好比我们吃个饭、抽根烟、喝瓶水是一样的道理，对我们来说很难，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再说下一个冯唐，一样啊，中国医科大学攻读临床医学博士，妇科肿瘤专业。就这么一个人，硕士毕业之后加入麦肯锡。麦肯锡是什么公司啊？然后还写书，我们大家伙比较清楚了解的，像什么万物生长，还有春风十里不如你，也拍成电视剧了啊。就这么样一个，还有一个著名的陌陌投资人，还有罗永浩破产以后，锤子科技破产以后，他直播做网络带货，也是出自冯唐之手啊。所以说这种人，这种大咖是真实力，非常牛。人家的底层逻辑、做事的风格、把控全局，以及怎么样读懂这个大众心理、大众需求是非常牛的。所以他们做事无论是法律法规开始，一直到所有的风险漏洞都能规避掉，然后尽可能乘风破浪，尽可能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上，然后最大限度的放大你自己独有的优点，排他性的这个优势，然后就冒尖站出，扔到市场上你就容易成。所以这些人的成功都是必然的，有一些偶然的运气因素，但更多的是必然。我们说回交易投资标的，你不懂怎么做呀？所以必须得懂。任何投资标的都是一样的，赚钱是有必然性的，看起来是偶然，但是无数个必然造就了你看着是偶然的
这个赚钱暴利。你看起来是暴亏，是运气差，但实际上也都是必然的啊。你的那种交易方法、交易心理、做人做事的风格、习惯，怎么可能赚钱？只能大概率亏钱，甚至在零轴上跟 MACD 一样，在零轴上纠缠。那好，这一节我们就聊到这儿，希望大家走正道，多赚钱，交易顺利。我们明天再见。